大家去過日本的北陸地區嗎？不要再只會去合掌村啦！這支影片告訴你北陸地區5天4夜，小編們去到了哪些地方？走，我們繼續看下去 ，Let's go！ 來北陸地區最方便的機場就是長榮航空直飛的小松機場，落地後離市區也很近。相信大家都會選擇搭立木金巴士直接到金澤，因為我們隔天要去黑部峽谷鐵道，所以我們今天會選擇在富山活動。到富山已經下午，只剩半天，可以幹嘛？我們決定搭公車去富山縣美術館。上車要記得抽整理券，下車再依照整理券對應的號碼付錢。如果大家會在富山市區搭很多趟車的話，富山車站旁邊有一個很像辦公室的售票所。富山地鐵車票中心就有可以買有軌電車和巴士一日通票，支援市內電車、公車、鐵道的話也可以搭，不過有區間限制就是了。基本上會搭3次車以上就蠻划算的啦。富山市區算是一個北陸的藝文特區，佇立了很多間美術館。我們這次來到的美術館是富山縣美術館，館藏了很多傑出畫家的作品。美術館坐落在環水公園裡面。進入室內，巨大的透光落地窗可以欣賞公園景色和遠山的輪廓。雕刻家三澤厚彥創立了一系列動物雕像，而其中熊的雕像就成了美術館的標誌之一。如果想看更多的海報作品，可以找到這一面電視牆，以電子形式展現排列，算是挺方便的資訊看板。屋頂上建設許多免費體驗的裝置藝術，以狀聲詞疊字為靈感發想，可互動的形式讓大人小孩也可以玩得開心。位於3樓有一間藝術景觀餐廳 ，menu 內的餐點會隨着季節更改，落地窗可以欣賞對面的環水公園，是真的很悠哉。1樓還有一間 Swallow Cafe 輕食咖啡廳，看藝術作品也不怕餓到。加碼補充，在對面的環水公園裡有一間星巴克，曾經在社內被譽為世界最美星巴克。四面採用透明大片落地窗，引進自然光，感受那種視野開闊的開放感。我們是離開之後才知道的，真的很可惜。晚餐我們選在車站旁邊的 Kito-Kito Ichiba Toyama-buse 解決。富山有幾個必吃的美食，其中一個就是黑拉麵。說到黑拉麵，最早在1947年出現。是為了替戰後的勞動者補充鈉攝入量，便直接把醬油倒進拉麵裡面，所以味道超級重口味。通常還會再點白飯或是生蛋，這樣可以解膩。喜歡重口味的朋友可以去嘗試，小編吃一次就算是有過經驗了啦。今天晚上住在富山地鐵飯店，就在車站旁邊，1樓可以自選喜歡的洗髮精裝起來。如果住很多天，或許可以挑戰一天來個一個品牌，還提供瑜伽球、空氣清淨機等租借服務。早餐必須要預約，但是咖啡機跟漫畫、報紙都可以免費使用。房間普普通通，簡單乾淨就是好事。那今天就先到這啦。早安，等一會呢要出發去搭黑部峽谷小火車，去尋找秋天的痕跡。那今天前往黑部鐵道的路線是這樣。先從富山 JR 搭乘新幹線到黑部與奈月溫泉，要轉乘的富山地方鐵道就在 JR 出口對面。通常轉乘的間隔大概有10到15分鐘左右，但其實蠻趕的，大家要預留時間買票。不想排隊就要購買富山地方鐵道卡的儲值卡 Ecomi 卡，上車刷卡就很方便。一直搭到跟新幹線那一站很像的站名與奈月溫泉站下車，出站後就會發現整個車站周圍的氛圍就跟名字一樣，溫泉噴水池，戶外免費煮湯就在車站外圍，還蠻悠哉的。在車站旁邊有一間蛋糕店，叫做 Alpen Cheesecake， 他們家的蛋糕主打賞味期限只有10分鐘，如雪一般觸碰體溫而融化的夢幻甜點。這是經典起司口味以及抹茶口味，還有剛好被我們遇到以紅葉為發想秋季限定款芒果口味。建議上山前開店就先去品嘗。我們後來中午再次經過的時候，就已經幾乎賣完了。可以耶。大家來北陸最常聽到的應該就是黑部立山。黑部跟立山都是指北陸這邊的地名，
各自擁有特別的美景。黑部峽谷鐵道最初是黑部川水壩建設期間拿來運送物資而建設的鐵道，現在呢則成為北陸地區熱門賞景的鐵道路線。鐵道有2種車型可以購票，可以直接欣賞感受的開放式車廂，另一種就是有車窗有椅背的舒適車廂。另外跟大家說一個小 pebble， 因為沿着峽谷欣賞風景，河川都只在同一側，所以推薦可以右去左回，就可以更方便的觀賞景色。途中會遇到的景色，這邊我們簡單介紹：與奈月湖湖面橋，與奈月水壩完成之後所誕生的人工湖，呈現翡翠綠的湖面和黑部峽谷大自然景象，是這個鐵道最經典的景色。新柳河原發電廠外形像中世紀的城堡，代替了1993年隨着與奈月水壩完成而淹沒的柳河原發電廠。後羿橋，藍色的鐵橋，也是搭建在此路線最險峻的深谷中的橋梁，離黑志川的河底距離有60公尺。到達底站貓油站啦，這裡呢是日本唯一站名內有貓的車站。因為能登半島的影響，2024年之後只開放搭乘到貓油站，然後折返。預計2026年秋季才會恢復全線運行。離開黑部峽谷鐵道之後，我們下午又回到富山車站附近，挑選了幾個富山特色的美食跟大家分享。大家或多或少都喝過星巴克吧？但是这次分享的不一樣，是星巴克旗下的茶系列專屬店 Tivana， 全日本只有23間，這間剛好是北陸的第1間，也是唯一一間。茶的品項比一般的星巴克還多，我們點了伏吉茶、抹茶跟莓果茶的星冰樂。星巴克還不算是富山的特色美食啦。講到特色美食，小編這邊就要推薦這個富山披薩。不是，是尊壽司。富山最有名的料理之一就是它。這個要當三吧？哦，要整個倒過來。哦，了解。Okay. 我覺得它粘得很緊。哦，對了。它可以。簡單來說就是鱒魚和醋飯。鱒魚肉質細嫩，刺少，營養豐富，口感跟鮭魚很像。同樣在美食街的白蝦亭，以販賣富山特有名產白蝦為主，除了丼飯以外，還可以單點白蝦天婦羅，酥脆好吃，停不下來。想體驗各種富山鄉土料理的話，我們推薦來這間居酒屋。我們點了幾項美食，冰見烏龍麵是日本3大烏龍麵之一。口感比較軟糯，不像一般烏龍麵扎實的口感。這個是銀烏賊，每年3到5月回游，產卵期會發光，不止食用，觀光價值也很高。這個是鯇魚，一種富有膠質的深海魚，適合炸或是燉湯，吃起來有一點點甘苦。從明天開始就不在富山啦，晚上呢，我們選擇住在金澤車站旁邊，房間內有空氣清淨機。浴室乾濕分離，日式典雅風格裝潢，有大眾浴池提供住戶泡湯，1樓提供各式生活用品及枕頭租借服務。以小編住過的商務旅館來說，這一間其實蠻舒適的。第3天，今天我們預計要去稍微比較遠的加賀傳統工藝村，去體驗制作金箔盤。不過我們想想，前2天我們都還沒看到什麼楓葉，我們就突發奇想，聽說福井西山公園是個賞楓葉的地方，我們決定先去碰碰運氣。福井呢，小編去年有來過蠻多景點，恐龍博物館、東尋坊、永平寺等等都很推薦。想看完整介紹，歡迎看以前的影片。位於福井縣清江市的西山公園是一座4季皆有不同風景的歷史公園，被評選為日本歷史百選公園。不過看來還是有點太早，樹葉都還不怎麼紅。旁邊還有西山公園附設的動物園，小熊貓最出名，其他還有松鼠猴、孔雀等都被飼養在這裡。但由於楓葉的總量太過稀少，有一點失望，於是我們決定早早離場，去加賀傳統工藝村。加賀溫泉站有一個小小複合式餐廳，我們在這裡吃午餐，有甜點、日本酒、海鮮凍等等可以點。來北陸吃海鮮，完全就是入境隨俗啦。從加賀溫泉出來，加賀周遊巴士 Canbus 的3環線可以直接抵達工藝村。我們要坐這個12點25分，1點。
不過也是搭了40分鐘才到。對，就是這麼遠。離車站這麼遠，園內想當然是遠離塵囂，綠意盎然。加賀傳統工藝村有許多日本古老的傳統建築，不同的建築內還可以分別體驗不同的日本傳統工藝。園區內最著名的景點應該就是這個啦，融合了古民宅的美麗 Umbrella Sky， 彩色的雨傘天空。這種雨傘街道好像真的到哪裡都很流行哎。小編們選擇來到金箔館，體驗貼金箔。哇，太難了吧！まずはこの接着剤を早く隙間なく、四角く塗らなくても全部全体に早く塗られたら、せっかく塗りましたけど綺麗に拭き取ってください。ぎゅーっと拭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いですね。はい、この金箔ね、上にあるこの紙だけ金箔に触らないように取って、これ落ちませんのでぐるっと裏返して、でこのまま真上から見て、この真ん中がついたら一気に手を離してください。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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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がとう。この外側きちんと押さえて。就像貼那個螢幕保貼一樣。細い線はまあ細く描くね。で太く塗りつぶしたいときはこうして。ただちょっとプレッシャーをおかけしますが、書き直しできません。照鏡子，一模一樣。晚餐我們又回到了金澤車站，隨手查了一間拉麵，看起來分數很高，就來了。我看還好，食べログ竟然有3.74，竟然是石川縣第1名。店還沒開，剛好前面的人不多。特製1つ。特製味噌ラーメンがお1つ。はい。味玉黒味噌つけ麺。黒味噌つけ麺とつけ麺が麺が冷たいのと熱いのなんですけど。熱的。熱いので。熱いので。はい。もう1つは味玉赤味噌ラーメン。這間拉麵店有一個特別之處，在上餐之前會先提供你一杯小杯薑汁，讓你防止血糖水平飆升，並幫助消化和吸收。我們3人點了經典的味噌拉麵，加辣的赤味噌拉麵，墨魚汁的黑味噌沾麵，能登豬的叉燒，口感真的很不錯，香氣十足。等我們吃完出來，排隊的人潮都已經排到大馬路去啦。大家來金澤想吃這一間拉麵，可以在開店前半小時來，反而不會等那麼多人，一開店就可以進去了。大家早安，今天我們的目標不是走遠，就在金澤市區走透透。一大早我們先走到近江町市場，只要一日待在北路，美食就離不開海產。近江町市場提供金澤地區最新鮮直送的海鮮。這間黑鱟魚黑腐飯專門就位於近江町市場周邊，是當地人的私房早餐店，一營業就有人上來暖胃。黑鱟魚是日本的名稱，其實更多人叫這種魚為赤鷺，主打一飯三吃。三吃是哪三吃？第一種就是直接單吃，魚肉柔軟鮮嫩，搭配飯上焦脆的鍋巴，真的很美味。第二種吃法，把鮭魚卵啊、漬菜啊、芥末倒上去攪拌着吃。最後一種的話，就是把那一壺高湯倒進碗裡，你會聞到高湯的香氣，就能享用香氣十足的魚肉粥。看起來不多，但是吃完當下真的超飽，得散步消化一下。金澤這邊的景點其實蠻多的，又很聚集，並不會跑遠，可以搭乘金澤循環巴士，很多重要景點都有經過。其實還蠻方便的。我們這次呢，還是走那個經典的老辦法，共享單車，而且還是電動輔助版。Machinori 這個共享單車的網站有賣單車一日券，買這個就可以騎上一整天，在任何還車站都可以歸還。第一站來到兼六園，作為散步消化剛剛好。兼六園是日本的特別名勝，3大名園之一。你一樣的那個動作，不知道在幹嘛。路人就知道我們。對啊，還好我們在對哪裡？兼六園最著名的景色就是這裡，前景是極具特色的灰枕燈籠，以霞池作為大景，後方的唐吉松當作背景點綴。
金澤冬天都會下很多雪，為了不讓積雪壓斷樹枝，每年11月起，唐崎松會用鋼索安裝像是大傘一樣的雪吊，這個造型已經成為兼六園冬季的標配啦。位於霞池湖畔的內橋亭，可以品嘗紅豆麻薯，一邊欣賞湖邊景色和還沒有很紅的楓葉。其實很推薦大家在秋季漸漸變涼到下雪之前來北路，氣溫涼爽，很多景點都很適合放慢腳步，悠閒自得。如果覺得兼六園逛完了，還想再走一段，可以到兼六園對面的金澤城公園走進去晃一下，藍天白雲加上大面積的草坪，視野整個開闊了起來。除了兼六園完好地保存了江戶時期的樣貌，不遠處的東茶屋街也至今保留了許多江戶時代的古老建築。在日本文化中，藝伎屋是江戶時代以來藝伎招待貴族、富商等宴請和娛樂的地方，也稱作茶屋。金澤以前散布着許多茶屋，但後來這些茶屋被移轉到遠離市中心的3個特定區域，其中最有名的區域就是這裡東茶屋街。這樣子就撒金箔上去，撒蛋糕或者是料理。就在東茶屋街尾有一間不起眼的小店和利白露，可以品嘗栗子甜點和日本茶點。接下來就是最期待的環節啦，我們點了蒙布朗和蒙布朗百惠。吃起來栗子味真的很濃郁，真的很驚豔，而且默默吃得很撐，很酥脆。冰淇淋的聲音。不會這樣 ，OK。另一個很適合散步拍拍照的地方，我們推薦21世紀美術館。皎白的建築搭配360度環狀的落地窗，不看展的話，其實是可以進去走走的。室外是一大片草皮，可以坐着野餐，還有一些室外的裝置藝術作品。最著名的莫過於這顆銀色的圓葡萄，直接看的話，看起來像是一個大型萬花筒。論有名程度的話，當然還有游泳池，那個要入場排隊，我們就沒有特別進去了。室內有一排兔兔耳朵椅子，其實也蠻夯的，大家會反過來跟它合照，蠻可愛的。昨天有挑戰貼金箔和繪畫，今天想吃金箔冰淇淋，我們選擇直接衝來這間金箔專賣店金井金箔。整間店販賣了很多金箔相關的周邊，連網球、球棒、安全帽都可以貼上金箔，真的有夠浮誇。小心翼翼把金箔挑起來，再貼上冰淇淋表面。想要一隻好看的金箔冰淇淋，還得考驗自己的技術。還有另一個金箔小徽章的粘貼體驗。バッジの体験をしていただくんですけど、でここにもう金箔がセットされてまして、これをちょっと扱われていきますね。ここに、金箔の上に薄い紙が2枚乗ってるので、1枚ずつめくるように紙を取ります。オッケーオッケー。全然このぐらいのシワは。OK。一口气压下去。のけたらしっかり押さえてます。そしたらこのハケを垂直に立てて、く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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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円を描くように吸っていきます。これでバッジは完成となります。最後給吉祥物拿着擺拍，是不是很可愛？晚餐我們原本沒有規劃，只想着要繼續找當地的美食啊。金澤咖喱特色是濃稠深色的醬汁會完整淋在米飯上，通常還會有炸豬排，並搭配大量切絲的高麗菜絲，其實相當的家常。但最好笑的是，我們誤打誤撞走進了一間金澤創意香料咖喱店，上桌的咖喱跟想象中的金澤咖喱不太一樣，但是充滿香料這一點其實還是很讓人開胃啦。在微冷的秋季，金澤的傍晚吃到美食還是很開心。另外我們也想到金澤的特色關東煮蠻有名的，以海鮮為主的湯底鮮味十足。但是呢，從 Google Map 上找到了幾間關東煮店，不是客滿就是要等2個小時以上，最後只好從赤玉這一間知名的關東煮店外帶回飯店。
金澤風關東煮最有特色的就是這個必點的赤捲，就是紅色魚拌和做成圓形的車夫。湯頭看起來很清淡，但實際上是鮮甜，很暖胃。第5天，大家早安，今天是行程的最後一天。我們是中午的航班，所以早上6點多就起床了，因為我們要把握在金澤的最後一份早餐。又回到充滿新鮮海產的金江町市场，這一間是我們昨天吃腐飯的時候在附近的海鮮丼名店，店內很小，早上7點就開張，門外就可以看圖片先寫下餐點。我們也剛好等不會很久就入座了。海鮮丼使用當地的新鮮魚貨，你們看這個光澤，海鮮都十分新鮮。我們點迷你丼，飯量比較少。比較推薦給後續還想要吃遍市場其他美食的人。不得不說，又是那句話，來北路就是必吃海鮮。回程前，在一旁的超市順手買了一個金澤布丁，主要的材料都是選用金澤當地的食材，牛奶、雞蛋等。焦糖帶有一點點苦味，口感滑嫩，入口即化。小小一罐，全是金澤風味，剛好作為此趟旅行的完美收尾。相信有不少人來過北路的金澤，或是參加過黑部立山的行程。小編覺得這裡的風景優美，溫度適宜，同時富含多項藝文展覽跟古蹟名勝，海鮮又很新鮮，這一點小編真的大愛。那北路地區的景點或美食，你最喜歡哪一個呢？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對北路地區有興趣的話，我們會放其他相關影片在這裡。最後不要忘了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嘍！